第一个是骂玉龙的玉龙就跟大陆国民党一样，暖心都是扶不起的阿斗，烂泥扶不上墙，千万母汤，万一来个火烧车还得了？行走的火葬场，家人的远离中国电动车。486先生，这是台湾人的良心，就事论事，感谢有你。太便宜的才去买啊！怎么有正义之士啊？家伙，讲这傻白话干嘛？帮虎烂每天700辆自燃，这种事还可以叫就事论事？连365天就只是烧掉了255500辆而已啊，有很多吗？你怎么可以跟486的粉丝讲实话？叫486生意怎么做啊？搞不好486再过没多久就推出自有电动车品牌了，说不定啊。要饭的这样给他们表现皇上最好的时刻。小波绿哦，他们基本是绝不查资料，特斯拉跟比亚迪谁比较开始做车根本不知道，完全靠自己的凭空想象。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国电动车超烂玉龙真是台湾之光中国电动车现在都在抱怨品质很烂。根据一份资料统计，中国大概每天有700辆电动车发生自燃。现在说电动车有部分进入台湾，好像是屏东的样子。我们要全面抵制玉龙这家烂公司，我国抚养培植他们一辈子，结果车搞不出来，没有外销出去，反而引进中国烂电车我就具名的说，玉龙就是他插的烂好，没有错那他就又不知道去哪里引了一个什么抖音号还是什么东西的，什么那也没头没尾什么中国车主都抱怨品质不行，没关系，交给玉龙转卖给台湾公务车吧，扶持几十年还是烂泥，好，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这样是不是有点打脸天下杂志啊？天下杂志去年扳倒德日，中国速度强攻世界，图解电动车霸主大战，中国变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电动车积极出海。为什么拥有100年造车机的先进国家挡不住攻势了呢？你现在是把拜登总统当白痴吗？拜登总统最近气电动车气得要死中国电动车关税提到100%，业界人士说不会有重大影响，为什么？因为中国电动车实在是太便宜，就算100%还是吊打美国车CP 值又高又好。14号美国就宣布中国电动车提高进口关税，一口气从25%拉高到100%。那中国业界人士认为政治操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现在中国电动车根本几乎就很少卖到美国去的。现在中国电动车是直接跑去墨西哥设厂，墨西哥主张墨西哥出口享用美墨加协定。美国本来就禁止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到美国的量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再加上美国的电桩太少，美国人那个就是充电桩太少，美国人的油价很便宜，他们是产油大国，所以呢，美国本来电动车的数量就有限嘛。OK， 但是我就想过，美国你有没有想过，你很多特斯拉是中国去的没关系一天烧掉700台，一年要烧掉255000台耶，255000台，你跟我说这种电动车在全世界可以卖120辆，就仅仅2023年，更别说更加爆炸的2024年，随便算都知道这个数据有问题，但他发得很开心开心然后你看下面的人更开心，好，又来了2100赞了。爆量将近300则留言，哇，又来！第一个是骂玉龙的玉龙就跟大陆国民党一样，暖心都是扶不起的阿斗，烂泥扶不上墙烂泥扶不上墙千万母汤，台湾房子太密集，万一来个火烧车还得了？最近台湾这个电动车火烧的好像是林志颖撞到大桥的事件吧？这是特斯拉最近。在台湾最有名的火烧车事件好像是特斯拉因为特斯拉是上海超级工厂，中国的，因为马斯克也是舔共仔。谢谢分享，南无阿弥陀佛他也在超度人了。行走的火葬场，家人的远离中国电动车谢谢你分享，我会分享给全台湾人看。听得有没有听到人民声音？520后再继续补助，下次选举自己看着办。真的，人民很怒，百姓很干。486先生，这是台湾人的良心，就事论事，感谢有你怎么有正义之士嘉宏，你这样不对了，嘉宏，讲这是大白话干嘛？帮虎烂每天700辆自燃，这种事还可以叫就事论事？每天700辆也不多一年365天就只是燃烧掉了255500辆而已有很多吗？天无绝人之路，但只会有把自己的路给走绝。我们等着看吧。有报应。好，来，蓝营的县市公务机关率先采用，太便宜的才去买要饭的这样给他们表现皇上最好的时刻。
我们台湾人都买优质的日美欧车，人家特供贵40-50万台币，真是太暖心了，绝对不会骑我，林志颖挂保证，如果骑我一定是驾驶的台湾价值不足，我都开 MG Volvo 出去的，可见高档欧洲车绝对没有中国制造。好，因为 MG 跟 Volvo 都被中国车厂给收购了啦。这个 iGo 龙川，这不是我们老熟人吗？哦，原来是龙川，龙川也在看486。哎呀，我们一定要敬龙川一杯，一定要敬龙川一杯。原来是龙川啊！哎呀，早说，早知道。那我不给龙川按倒赞的哈。这个龙川，既然是龙川我们的同学，给你按的。龙川今天有没有在哈？竟然没有想到，竟然是老朋友哈，竟然是老朋友。好，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同学啊。这个约翰陈 John Chen 哈，他说特斯拉也是做了快10年车才起飞的，比亚迪才做几年车就能超越其他车，可能吗？啊，对不对？好，这个香港的人啊，他说。所谓的爱国情绪，彩电、大冰箱、沙发才大卖，车本身有安全性成疑呀。龙川，你干嘛一直讲实话？龙川，不要再讲实话了！你怎么可以跟486的粉丝讲实话？你知道486生意怎么做啊？对不对？搞不好486再过没多久推出自有电动车品牌了，说不定啊。比亚迪做电车真的做很久了，好不好？你看龙川讲的，比亚迪做电车做20年。比亚迪什么时候成立？1995年成立。特斯拉什么时候成立？2003年7月1号成立。比亚迪比特斯拉还要资深，好吗？你看啊，继续跳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个 Dream T 这个 Dream T 啊，对吧？你小朋友蛮可爱的啊，但是你不要让小朋友变成。搞不清楚状况啊！20几年又如何？我跟你讲啦，小米17的事故多到车主往上哀嚎也没改善，车商还要消费者不要太张扬，你知无啦哈？然后龙川继续跟他辩解，人家讲比亚迪，你跳针小米，人家17月销量就是台湾所有车月销量的，这样的金流就算初期二流工艺这样完爆玉龙很多日韩车之后，资金充裕那天都能投入你台湾价值点买直接玉龙，然后呢继续爽当盘子买死贵进口车吗？还是你想买 Volvo 啊？继续跳我来讲啦特伦汽车你扯什么销量？中共20几年严输给10几年的特斯拉，中共不是遥遥领先？他已经崩溃了哈，又一个正义之声了哈。你看那个欧洲跟美国都紧张，就代表超过了，而且不止超过，还很便宜哦。行驶里程快充都超过自己售价贵1倍的同级车，这就是为何特斯拉降价还无法打到高市占啊！你花了200万特斯拉各项参数都略输我花100万的 BYD， 唯一赢的只有品牌，你觉得自豪还是觉得像个盘子？崩溃到最后就不回了，我哀伤，我心情难过，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不见了呢？对，你看其实这就是标准塔绿班的作为啊！第一个，绝对不查资料，完全靠自己的凭空想象。这点很重要哦。塔绿班对于资料，他们是基本上这一些所谓的，其实我都叫他们就是玻璃心、小玻璃他们基本是绝不查资料。特斯拉跟比亚迪谁比较开始做车、做电池，他根本不知道，一点概念都没有。第二个人家讲车，还给你讲沙发大电视当有人说出比亚迪做的车20年比特斯拉还要早的时候，然后特斯拉火烧车林志颖，就我们刚才给大家播的这一块的时候，你跟他讲生意，他跟你讲主义；你跟他讲主义，他跟你讲浪漫他永远都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时候他说我造车，你讨论什么销量？造车是不用销量、不用现金流支撑嘛？他继续跳，所以呢，最后他就是要骂一句：中共就不是遥远，中共就是废物，中共就是垃圾，中共就是大便他们就是想要做这个结论。好，那当其他人在回的时候，他就自动离线了，我也离线这个就很像什么？你跟我跟高人聊政治某高聊政治聊到最后他怎样？他突然发现他讲不赢嘛，他突然就跟你说：“哎呀，我没在管降低啦，我没有在管政治啦。”他双手投降，你又怎么样？就像那天吴钊燮跟这个徐小新在国会殿堂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上礼拜4的时候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吴钊燮讲到最后说，你可以告我这个侮辱国会这个叫什么国会这个当中国在欺负我们的，我也看过。新在名字那我一个一个点名好不好？是洪申翰委员吗？告我藐视国会。是马文君委员吗？赶快去告我藐视。是徐巧芯委员吗？赶快去告我藐视。有没有？
他最后就只会一直跳针，一直跳针，一直跳针，跳到最后呢，打不下去了，满脸通红，非常的瞎，非常的 low。其实他们从上面到下面全部都是一个样，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做生态观察？其实我这边我要升华一下我们的主题啦，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做这个生态观察，你是不是只是图一个乐子？当然，图乐子也是在大家。就是说生活中苦闷有点开心嘛，因为毕竟他们每天笑小粉红嘛，那我们就笑逆粉红嘛，对不对？其实他们的行为跟他们口中的小粉有什么两样？做这个主题最主要是想让大家理解他们真实的脑袋瓜到底在想什么。